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你以为那些被称为霸道总裁艺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在演艺圈混得不好，所以才被迫回家继承家业？那你就太天真了。他们最不为人知的身份是富二代。第一位曾舜晞，其父母都是商界大佬，原先住在深圳价值超亿的香蜜湖1号别墅。当初东莞一家面积8万平的商场开业时，请来了许多明星助阵，其中周海媚还发文艾特恭喜曾家开业大吉。即便如此，曾舜晞也不靠关系闯荡内娱，相反还十分低调，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观众的认可。第二位马伯骞，明日之子第1季亚军，为什么不是冠军呢？因为冠军是毛不易，2岁学钢琴，谁教的？郎朗。这个回答已经注定了他会有个不平凡的家庭背景，他的家人也来头不小。他的爸爸是著名建筑师马清运，毕业于清华建筑系，被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他家就是他爸爸自己设计的。他外公是李安格，是建国后第1位女排教练，还曾是郎平的老师。马伯骞的家在洛杉矶旁某卫星城市的富人区，依山而建，造型像一个太空船。他家的院子不仅有游泳池，还有山，就连客厅里也有山。马伯骞的家绝对不只是豪，而是豪的既有品味又毫无人性，各式各样的艺术品摆件，那富有艺术气息的走廊，还有风格各异的画。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个劲的吐槽自家厨房太小。这种在电影电视剧里才能看到的房子，居然是马伯骞生活的家。而且据说马伯骞家还不止这一栋房产，你就说羡不羡慕？第3位虞书欣，天生的公主命，因选秀节目《青春有你》而出道，里面她的穿搭与配饰都是名牌。父亲是知名企业家，家里的生意横跨多个板块，资产更是高达400多亿，妥妥的沪上公主。第4位韦大勋，母亲是医生，父亲是上市公司的老总，其名下公司至少有20家，这设定根本就是小说里的情节。怪不得大勋演起孟宴臣来十分到位，原来就是本色出演。第5位王嘉尔，外公是医学界泰斗，父母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有况而不自知，说的就是王嘉尔了。他曾因为太穷而远赴韩国组团出道，但实则却很富足，家住广州二沙岛附近的富人区。第6位鹿晗，上学期间就穿戴各种名牌名表跑车，一个搓手的动作，保安就立马上前。芭莎主编还弯腰尊称其为少爷，连对天对地的王思聪也不敢乱评价他，可见鹿晗有多牛。不过时至今日，他的背景依旧没有被扒出。之前的采访他只说是当兵的。不管是哪个明星的家庭情况都没有像鹿晗这么密不透风的，网上一点点通稿也没有，也没有人猜，也没有人说什么上大学就开豪车玩名表，什么从春晚回家就要15分钟，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我佩服的是他这么红又那么多黑粉。说实在话，娱乐圈他的黑粉最多，那么多黑粉，那么多黑料，家里硬是一点都没被挖出来。大家所知道的什么回家时间，什么大院，还都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什么家是河南农村的，什么原名叫刘壮士，哪一个有实锤？那么多狗仔，那么多黑粉，那么多眼睛看着，家里硬是一点不漏。娱乐圈还有谁？就这一点，钱不钱的已经其次了，一个字佩服。第7位乔欣，现实版的曲筱绡。据说乔欣的父母都是生意人，家里好几家上市公司。在乔欣还没火的时候，就晒出了自己价值几亿的豪华别墅和一件价值数十万的睡衣，可不从小就是富家千金。第8位刘亦菲，以她仙气飘飘的形象和出色的演技，成为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神仙姐姐。17岁时出演《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她展现的高贵与美丽让人印象深刻。然而，除了她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功，刘亦菲的家世同样引人注目。她的父亲是我国出色的外交官，而她的祖上来自清朝的贵族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为她提供了优质的教育和培养。母亲刘小丽年轻的时候和丈夫离婚，所以刘亦菲从小是被母亲带大的。从小，刘亦菲和继父、母亲一起在美国生活，接受的大多也都是西方的教育理念，而其继父也是知名的富商。虽然目前网络上对于其继父的信息记载非常少，但是也有不少爆料称，这位神秘继父的财力的确不容小觑。刘亦菲从小上的是贵族学校，接受的是高等教育，
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之间都尽显贵族气息。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能够说明刘亦菲有钱的，还要数她的那些硬家底。刘亦菲在北京有豪宅，而且豪宅占地面积巨大，甚至要大过足球场。就目前北京的房价来看，这样的豪宅价格基本在3到4亿。如此财力足以见得刘亦菲是多么富婆。第8位，关晓彤，她的祖籍是满族的达官贵人，爷爷又是京城书香作家，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演员，为他在娱乐圈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凭借其拥有精致的瓜子脸和逆天长腿，她在娱乐圈中出演多部影视剧的女主角，成为90后4小花旦之一。第9位，华晨宇。有人讲华晨宇看着就像有钱人家的小孩，没错，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歌迷口中的贵宇公子宇不是浪得虚名。先来说说华晨宇的商业价值。2017年，天娱传媒的总营收25720.03万元，华晨宇以一己之力占到了9114.13万元，吸金能力让人叹服。2018年，鸟巢开演唱会，要命 56S 门票售罄，连开2场，参与人数高达10万。从2020开年到现在，至少14个代言在手，涉及衣食住行，商业价值不容小觑。光代言沃尔沃、盲定就能超过9个亿。当然，也有人说他是银矿集团公子哥，具体的大家可以网上搜下，不做过多叙述。总之，家里有矿。第10位，冯绍峰。据说冯绍峰的父亲是纺织业巨头，生意遍布浙江和广东等地，拥有数十亿的身家。再加上他一出道便开上了奥迪车，之后又在上海买了一套价值4000万的豪宅，似乎坐实了他就是富二代的传闻。冯绍峰还是家中独子，他进入娱乐圈，其父亲是不同意的，而冯绍峰以后也会回家继承家产。第10位，张若昀。花儿与少年中，张若昀家曝光，据说他家四合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老北京2环里的那些老建筑四合院。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这是一栋位于北京顺义中央别墅区里的名为欧陆苑的仿四合院式别墅。记者在网上查询了一下这里的房价，二手房最低1700万起售，最高达9000多万。如果这不是他成名后购买的二手房，则可能是家里的房产富二代身份妥妥的。第11位，苏醒。07年的时候，有人说他家有钱，他还辟谣说其实没有很有钱，父母也很辛苦，但是没人信。后来别人再说他有钱，他就满嘴跑火车了。西安前3摆烂，有没有前3不知道，当时肯定是比同一届比赛的其他12个兄弟全部加起来都多。当年能学得起音乐和出国留学的人，家里条件肯定都很好啊，用醒哥自己的话，糊过蛋没穷过。话说回来，他是那届唯一一个签约指导带着律师去的。当时看他比赛，帅气多金有才华，妥妥的小说男主照进现实中。简单来说下他的家庭背景吧。苏醒爸爸以前是陕西青旅的老总，后来开公司做生意，现在退休返聘，在秦岭国家植物园做总主。妈妈以前是大学老师，后来经商，家里开过印刷厂、幼儿园等。爷爷少将军衔，副军职离休。奶奶毕业于人民大学，在国家纪委工作，主要从事对外贸易。所以说，苏醒是红3代加富2代，这家是要放别人身上，早就营销的满天下都知道了。可是苏醒愣是保密不肯说，还是靠自己，不愿靠家里。第12位，黄子韬。在有钱这件事情上吧，屋里淘淘从不藏着掖着，富得坦坦荡荡。黄子韬自己也说过，我是一个出门开车都要选30分钟的人。这就算了，他还在微博上晒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他家里竟然有一个专门的房间，用来放手办，密密麻麻，简直像个手办博物馆。之前黄子韬爸爸在采访中表示，家里还有青岛的4、5套房和市值200亿的公司，所以对于贵公子黄子韬来说，随便带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限量手表什么的，简直不值一提。男人没有一个人不爱名车名表吧？黄子韬有很多辆豪车，一周7天不重样，绝对没问题。第13位，金圈名媛猪猪。不仅是红3代，更是富2代。爷爷是开国少将，参加过万里长征，爸爸曾创立新大陆集团，也是新大陆冰激凌的创始人。怪不得猪猪长相甜美，从小就实现了冰激凌自由。提起既是红3代又是富2代，
周扬青也是当仁不让的红富家庭，姥爷是葬在把八宝山里的功勋人员，而父亲不仅是身价百亿的商界大佬，早年间更是拥有强大的军方背景人脉，就连王思聪见了也要喊声周姐。还有好多富二代明星，有很多非常低调的，太多了就不一一说了，毕竟太多了。这么说吧，在北影中戏这些学校表演专业出来的，基本都是富二代。就那个考前培训的钱，还真不是一般人家给得起。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